大家好，欢迎回来，我是艺人。今天要来介绍 Obsidian 的 Base 功能。为什么介绍它呢？因为它提供资料库的功能，让我可以做到图库检视，快速跳转到我要的笔记的位置，而且重点是不需要装其他的套件，就可以办到。虽然不是简单就可以做到，这支影片会带领大家了解 Base 功能和一步一步完成图库检视的功能哦。有没有觉得笔记越来越多，却越来越难找？Base 就是来解决这个问题的。它是 Obsidian 的内建资料库功能，让你可以帮笔记加上自定栏位，然后用筛选、排序、图库等方式来浏览，把一堆笔记变成一个好管理的资料库。好，让我们来新增第一个 base，点左侧功能列最下方的图示，这时候会产生一个未命名的 base 档案。点开它之后，先点未命名的文字，把名称改成你想要的。名称下面这一排工具列，从左到右依序是检视方式、结果统计、排序、过滤、搜寻、新项目。我们来一个一个看。检视方式，点开之后可以切换三种版面：表格、卡片、清单。表格就是一般栏列格式，卡片可以做出图库的效果，每笔资料会以卡片的方式呈现，还可以显示缩图。清单则是用条列的方式显现，每个检视都可以有独立的设定，非常弹性。结果统计显示目前这个检视共有几笔资料，点开后除了看到数量，还可以限制显示笔数，复制整个表格，或是汇出 CSV 档案。排序可以依照任何栏位来排列资料，资源生目和项目。文字栏位可以照 A 到例或例到 A 排。数字栏位可以从小到大，或是从大到小。日期栏位可以选新到旧或旧到新，还可以同时设定多个排序条件，也支援按栏位分类，把相似的资料归在一起。过滤可以设定条件来筛选要显示哪些笔记。一个过滤条件有3个部分组成：栏位要判断哪个属性，运算值等于、包含、大于之类的条件，值要比较的内容。多个条件之间可以用全部成立、任意成立、全部不成立来组合，做出更复杂的筛选逻辑。搜寻可以在目前显示的栏位里搜寻关键字，找到想要的笔记。新项目点下去就直接在目前 Base 里新增一篇笔记，不用跳到其他的地方操作。到这边 Base 的基本操作都已经介绍完毕了哦。到这边大家对 Base 的基本功能和操作应该有一定的认识了。接下来我们就要实际建立图库检视的 Base。不过在开始之前，如果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，记得帮我点个赞支持一下。还没有订阅的朋友也顺手订阅并开启小铃铛，我会持续分享更多实用的功能，让你不错过任何更新。好，我们继续往下走。我们要利用档案属性的功能来建立图库检视的 Base。
在上一集的基本操作影片中有介绍过档案属性的操作，这边我们再来练习一次怎样新增档案属性。我的图库检视规划是以资料夹来分类，所以我会在每一个要显示在图库检视的资料夹底下，建立一个命名为 info 的笔记。只要在 base 里设定好一次，之后新增的资料夹里面有 info 这个档案，就会自动被抓进来，不需要每次重新设定。打开 info 笔记后，点右上角的3个图示，会出现一个选单，找到新增档案属性并点下去，笔记最上方就会出现属性的区块。我们接下来就是要利用这个区块来设定属性。要注意的是，如果属性区块没有填入任何内容，它就会自动消失，所以记得要设定好。我这边设定了2个属性，分别是 Cover 和 Title。Cover 是用来放图片入镜的，我已经准备好了图示，如果你还没有准备，必须要先准备哦。输入时直接打2个中括弧，系统就会自动提示档案的位置，选择你要的图片就完成了。Title 就是标题，填入你想要显示的名称即可。属性设定完之后，接下来就要来建立图库的检视的 base 了。点左侧功能列最下方的图示，系统会在根目录下新增一个 base 档案。打开它之后，一样先把未命名改成你想要的名称。点左上角表格的区块，出现选单后，点表格右边的箭头图示进入设定，找到布局的下拉式选单，选择卡片。切换后下方会出现图示的相关设定，把图示的属性改为 Cover， 然后将图片缩放的方式从填满改为符合大小。卡片和图示的尺寸也可以依照自己喜好的方式调整，不过不设定也没关系。完成后，画面就会切换成图库的样式了。接下来点过滤的图示，会出现选单，注意要在这个检视的区块下设定，不要设定到所有的检视。在这个检视区块底下，把第一个下拉式选单从档案改为 name， 接着第2个条件选单选 is， 第3个栏位输入 info。设定完成后，点空白处关闭选单，你会发现画面上只剩下名称为 info 的档案了。不过目前内容都是 info， 我们继续往下设定。接着点属性图示，出现选单后，把 name 取消选取，然后勾选 title 属性。设定完成后，你会看到图库检视已经成型了。点击卡片就会跳到对应的 info 的笔记，你也可以在 info 笔记里再砍入一个 base， 来管理该资料夹底下其他笔记的列表。这样一来，你就拥有一个视觉上清楚、操作上又好用的图库检视了。到这边，大家应该对 Obsidian 的 base 和图库检视的功能都介绍完了，希望大家都有收获。如果还不熟悉的话，随时可以回来复习。实作过程中有任何问题，或对哪个功能有疑虑，都欢迎在下方留言区告诉我，我会一一的回复。如果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，
记得点个赞、订阅频道和开启小铃铛，下次有新的影片就能第一时间收到通知。旁边也有我为你精选的其他教学影片，有兴趣的话点进去看看。那我们下集再见，拜拜。